小区环境挺好的，房型也不错，这装修，哎，是秦氏他自己买的。嗯。妈，这是卧室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平时你们都在一起啊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没有。我跟秦律师，我跟秦师生活作息不太一样，他有时候工作回来晚了，怕影响我休息，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分开睡。再说了，妈，我们也没结婚，这方面我们还是挺保守的。这屋子收拾挺干净的，是你打扫还是他打扫啊？他工作比较忙，平时都是我来打扫的。妈，我给你倒杯茶去。那也不能总是你打扫呀，就得你做一点，他做一点啊，这样才不会有矛盾。你。你这个臭小子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还骗我，跟我撒谎！我骗你什么了，妈？妈妈不是老古板，但是妈妈是有底线的。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警告你啊，结婚前你要是搞出什么人命来，让别人说三道四的，我饶不了你。说什么妈？什么人命？妈，什么意思啊？爱情只能维持18个月，而婚姻是要一辈子的。我不相信这种不恒定的荷尔蒙能构造一种稳定的法律关系。我需要结婚，因为单身要付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我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恋爱。杨华也是，他只想结婚，不想恋爱。我们一拍即合，顺理成章的结婚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只想结婚不想恋爱？你不是不想结婚的吗？啊？妈，在遇到秦律师之前，我的确不想结婚，但是遇到他之后，我就……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牢靠的。你这是把自己毁了。妈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我跟杨华的三观非常一致。我认为好的关系呢，就是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，合于三观。三观合，以后就没有矛盾。这是培养感情最好的温床。而且您刚刚也说了，我很优秀。我这么优秀的人跟杨华结婚，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您不是也一直催着他结婚吗？我是想让我儿子早一点结婚，但是得正正经经的找一个好的人家。您说这番话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杨华可以结婚，但他谈的对象正不正经、合不合适，他说了不算，您说了才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儿子，妈妈不是反对你结婚，妈妈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、你真心喜欢的对象结婚，妈妈不会害你的，你要听话啊。妈，我觉得秦律师挺合适的。不可以，他那种不认真、不严肃，视婚姻如儿戏的态度，你们就是结婚了，迟早也会离婚。再说，我们家就没有出过离婚的夫妻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您口口声声说为了自己儿子好，您有考虑过他的真实感受吗？之前杨华不想结婚，您一直逼着他去相亲，他现在想结婚了，您百般阻挠，
单身怎么了？结婚怎么了？离婚又怎么了？您在意的到底是别人看待您和您儿子的眼光，还是他的真实感受呢？作为一个母亲，应该给予他最大程度上的理解还有包容，避免遭受社会偏见带来的伤害，而不是站在他的反面，用这种偏见去伤害他。儿子，咱们回家。妈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，再也不去逼你相亲了。你哪怕就是一辈子单身，妈妈也不会多说一个字。走，儿子，咱们回家。妈，我最后再说一句，我希望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咱们用这种方式交流。我不希望你以后没有事先通知我，就来到我的工作场合，跟我的同事谈论任何跟我有关的事情。你这种人，眼里没有长辈，没有领导，你再请我，我都不会来。走，儿子，我们回家。走。不对不对，来，在这儿。你先回去吧。什么？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啊？我有点急事要处理，我处理完马上就回去了。那你答应我，你要回去的啊！你跟我保证。妈妈相信你。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！啊，知道了吗？去吧，小心。你一定要回来啊！拜拜，妈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你不是走了吗？你的办公室在哪里啊？那边。爸妈，前段时间因为我的事情让你们担心了，我向你们俩道歉。哎呀，这母子间吵架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也有很多感悟。以前是我太自私了，把幸福建立在你们对我无私的奉献上，一边享受着你们的照顾，一边又忽视了你们感情的需求。一边叫着自由，一边又依赖着你们的便利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跟秦氏相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他有很多不具备的品质。他有勇气、独立、有担当，最重要的，他敢直面面对困难的勇气。儿子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妈，你今天这么冒失跑到秦氏工作的地方，真的不礼貌。啊？你说你出去办事儿，难道你是去秦师的律所了？哎呀，秦律师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事业女性，她原本面对的困难就已经很多了。我不想因为她跟我相处，还要受到任何的非议和指责，这样对她不公平。儿子妈，我知道您非常疼爱我。但秦氏也是别人家真爱的孩子，你不能因为疼爱我就去伤害别人。再说人家父母婚姻的问题，也不应该由他来承担。我不是一时说漏嘴了吗？但是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但也没有影响到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啊。相反，我认为他父母对他的教育其实挺好的。妈，就算我不跟秦氏结婚，我也不打算搬回来住了。我想过独立的生活，
我已经快30了，30而立，我也该学会对自己人生负责。儿子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搬回来住，妈妈不逼你。好，儿子说得好，就冲这一点，今天破例，你陪老爸喝一杯。哎呀，你捣什么乱呢你啊？谁捣乱了？啊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惹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赶快去把我藏的那瓶好酒拿出来，今天我要跟儿子痛痛快快的喝一顿。你疯了？那是儿子结婚喝的酒。我今天就要喝，我今天高兴，行不行啊？去，别啰嗦，别啰嗦，去拿，赶快拿，赶快拿。哎，儿子，讲得好。儿子，今天你要只听你妈的啊，就这么搬回来了，那老爸还没有这么高兴呢。今天听你讲话呀，爸爸听了很痛快，很舒服。你说我这儿子呢，虽然不上班，就喜欢在家里养些乌龟什么的，但是我儿子不是窝囊废啊，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为这个，老爸要跟你碰一杯。儿子，虽然我对这个小秦律师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你跟他接触了短短这几天，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小姑娘不简单，非常了得。哎呀，结婚了未必那么着急，是不是啊？有机会啊，你们还可以继续交往嘛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再来一杯。哎，啊。有事吗？喝酒啦？一点点。我之前说有事想跟你商量，你现在还清醒吗？没问题。你家里的事情解决了？解决了。那你之后有什么安排？我会尽快搬出去的。我没有要催你的意思，这里你尽管住多久都可以。我呢，这边计划有变。我本来是应该按计划跟他们说你马上要出国了，但是可能你又走不了了。明天我们公司合伙人聚会，他们邀请我了，所以我要带你去。所以你能不能明天再帮我一次？真的，我保证最后一次。
你到底听没听到我说话？你让我明天陪你去参加合伙人聚会，所以没问题吧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让我对洛薇玉兰这件事情保密，是不是因为你们律所跟2500万的债务有关？你别拉长脸，就当花钱买个教训。就算你不了解我们老板娘能力，那你要相信首席的能力。哎，秦律师就是秦律师，首席果然不一样，居然这么快就搞定2500万，真没想到这个玉兰集团会这么痛快。行了，一会儿请你喝咖啡。算你仗义啊！这件事情呢，我可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。对不起啊，我要先去洗个澡，喝多了，洗完澡再跟你说吧。你这个人就是如此的倔强。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生命无常，时间有限。我们这具皮囊并不完美，脆弱如丝，它是我们在这世间上唯一能够承载灵魂的容器。你要好好善待它，不然就浪费了老天爷赐予你的天赋和美貌。喝醉了。我还有文件要看。不，你不想看。我不困呢。不，你困。我想睡觉啊。你想睡。不是我。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简直美得不可方物，我都要感叹造物主的神奇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成种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晚安，我的女郎。晚安，我的女郎。伞。走。等，把这个喝了。这是什么？别问，一口闷醒了。这个是我独门秘制的解酒神药，针对你这种宿醉的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我觉得我的胃不太舒服。不舒服？再帮你弄点。不用了，现在舒服了。那好，那你现在快收拾一下吧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出门。去哪？今天周6啊。去我老板家，你昨天答应我的。